人们突然惊恐地发现，天空中不知何时竟出现了个像花瓣般的巨大生物，并且它还能喷出易燃易爆的氢气，让人类根本不敢近距离探查。虽然对方降临后什么也没做，但害怕他在悄悄酝酿某种阴谋，政府高层还是决定先下手为强，在夜里将其击落。可就在即将动手时，庞然大物似乎是感知到了危险，直接动了起来，最后停在了城外的一片森林上方。紧接着，对方就通过一种金色蘑菇说自己是带着和平而来。很明显，对方是某种智慧生命。瑞典政府高层不敢大意，立刻派国安部主管伊南亚斯和生物学家桑德拉带人前去森林布防。而等两人抵达目标位置，这才震惊地看见对方已经降上了一枚金色的发光巨弹，此刻就落在森林的地上。桑德拉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好奇地把手放了上去。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巨弹不仅在发光，还在散发着一种强劲的能量波动。看来它并不是个真正的蛋。桑德拉取了一管蛋旁的液体，就和伊南亚斯派人封锁了这里，最后找来专家对巨蛋进行评估，而很快就得出了一个令人疯狂的结果。大家好，我是妍妍，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带您123456789的时候刷到了这部新上映的瑞典小众科幻惊悚剧集《为和平而来》的第2集。看庞然大物降下金蛋的目的是什么？ Mätningarna på ägget börjar bli klar。经过专家测试，金蛋释放的能量是对人无害的伽马射线，能给电子设备充电，同时它的能量庞大到堪比1万座核电站，并且还能无时无刻自己补充。高层们听见瞬间眼红了。毫无疑问，金蛋完全可以改变现在的世界能源格局。一时间，所有人都以为金蛋是庞然大物给出的和平见面礼，却是不知他们完全想错了。金蛋是庞然大物给自己用的，只因桑德拉发现他在蛋旁采集的液体里有活着的基因组。Ingen celldelning, ingen tillväxt, men ändå bioelektrisk aktivitet, stabil och återkommande. Om det inte förökar sig men ändå genererar energi, kan vi kalla det liv. 科学对生命的定义是生命需要新陈代谢和生长繁殖，可眼前这个东西却既不分裂也不生长，却还能产生稳定的能量，完全打破了生命规律。桑德拉被难住了，他就决定再去庞然大物旁找找线索。而听驻扎在营地的人说，庞然大物每天都要喷出大量的水，并且金蛋下还钻出了许多像海星一样的生物，只是他们认为对方喷水类似于人类排泄，那些海星一样的生物太弱小，也不足为虑。可桑德拉却觉得庞然大物有智慧，肯定不会做没用的事情，难道这和自己发现的奇特生命有关吗？桑德拉于是决定深入调查。思索一番后，他就打算从庞然大物喷出的水开始入手，将池塘、树枝和纳木桩上的水都采集后，桑德拉就准备离开。但突然他听到纳木桩里有一种细微的咕咕声，以为是某种青蛙，桑德拉并没有在意，却殊不知他追寻的真相就近在眼前。将这些水的样本放在营地的显微镜上，桑德拉又发现了那种奇特生命。不过不同的是，这次这些生命正在疯狂分裂，也就是说，这种生命的生长模式不是线性的，而是开关式的。它可以在休眠和爆发性增殖之间瞬间切换，不受地球生物钟或环境规律约束。桑德拉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伊南亚斯，伊南亚斯大惊，当即就想报告给总统莫亚，桑德拉却阻止了。这些高层利欲熏心，要是告诉了他们奇特生命的事，指不定他们对这些生命做些什么。况且庞然大物是和平的，想必不会加害人类。伊南亚斯只能作罢。Okej. 桑德拉就继续研究起奇特生命起来。他现在要弄清楚，让这些生命休眠和爆发性增长的原因是什么。而枯坐了一晚上，桑德拉依旧毫无头绪，他就准备睡觉了。却不料在关掉显微镜灯光的瞬间，这边的奇特生命居然动了起来，并且开始疯狂繁殖。Bara i mörker. Ljus stoppar processen. 此刻，桑德拉终于弄清楚了金蛋的作用。它散发的能量之所以这么庞大，其实是给这些奇特生命用的。它们白天躲避阳光，这个时候金蛋的能量就能让它们生长，至于陷入休眠。但很快，桑德拉就意识到，按照这些生命的生长速度，应该已经有成型的生物才对。难道它们就是那些像章鱼的生物吗？突然，桑德拉心里一惊，因为他想起了今天听见的咕咕声。要知道那些章鱼是没有声音的，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桑德拉当即毫不犹豫的就驱车返回营地，回到了纳木桩。果不其然，在纳木桩上的水里，一个小小的生命正趴在其中。桑德拉当即将它捧了起来。只见对方长得很像章鱼，很可能就是章鱼进化的。看来这种奇特生命每次成长都会进化形态。桑德拉很好奇，就决定将其带回家秘密养起来，看看它最终会成长到什么样子。然而让桑德拉没想到的是，对方只吃点沙拉，但却长得极快，仅仅过去了1天，就有了一个小孩大小。只是让桑德拉疑惑的是，长成小孩大小后，对方就几乎停止了生长，并且变得萎靡不振起来。再说他生病了，桑德拉就决定抽他的血去化验。看着对方楚楚可怜的样子，桑德拉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孩子卡斯帕，如果还活着也这般大小。瞬间他鼻子一酸，觉得这个生物好像替卡斯帕回到了自己身边。此刻起，他对这个生命产生了怜爱。桑德拉决定找地方给卡斯帕验血，但卡斯帕的血不能让人知道，他只能求助伊南亚斯。Ja, du har ju själv sett mig.
De är ju här nu. Och vi är de enda som har en vid liv. Men jag är också lite nyfiken på att veta hur de funkar. 在桑德拉的哀求下，伊莱亚斯同意了，不动用关系给桑德拉秘密找来了人员和设备。而桑德拉也终于找到了原因，那就是卡斯帕的体内缺乏某种物质，导致他不能合成蛋白质。桑德拉很着急，却也没有丝毫办法。直到这天，事情的转机出现了。一名医生去乡下看完病人，返回城里时因为分神，导致车子不小心撞到了什么东西。医生下车查看，没想到看到了卡斯帕的成年版。医生被吓坏了，当即冲回车子想逃，却发现对方还不止一个。而很快，这件事便在网上发酵，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恐慌。总统莫亚赶紧命人收集情报，结果是庞然大物所在的那片森林出现了数百个大型生物，他们在里面建造自己的避难所或躲在森林中。由于数量还在持续飙升，这才出现在了外面的马路上。照这个趋势下去，这些大型生物很快就要突破1000人，但对方并没有对人类造成伤害，人类也不能直接杀死对方。可再不采取行动，他们的数量只会越来越多。没办法，莫亚只能决定将这些大型生物都赶到一处新的地方，集中关押起来。其他海星生物则全部抓起来，让专家摩根研究后看看怎么处理。与此同时，另一边卡斯帕更加虚弱了。为了拯救他，桑德拉决定深入大型生物住的地方寻找线索。它们能长这么大，肯定有原因。伊兰亚斯没办法，只能跟随前往。偷偷避开周围看守的警卫和人群，两人潜入了禁区，里面正在对这些生物进行转移，留下伊兰亚斯在外面放风。桑德拉自己则溜进了生物们生活的地方。墙上的图案说明生物们是有自己文明的一个种族，但桑德拉却顾不得深究这些。他就开始寻找起能拯救卡斯帕的东西。终于，在生物们放食物的罐子里，桑德拉发现了之前见过的金色蘑菇，猜测它们能让这些生物合成蛋白质。桑德拉就赶回家，要将蘑菇喂给卡斯帕，可卡斯帕却不见了。而就在桑德拉疑惑时，男友走了出来。原来他早就发现了桑德拉最近的不对劲，再加上网上看到了关于生物的报道，于是悄悄跟踪了他。男友要桑德拉赶紧把卡斯帕交给国家，自己才不愿意和这种丑陋的生物住在一起。桑德拉当然不肯，两人因此爆发争吵，男友也气愤地离开了。而此刻外界，摩根也告诉了莫亚自己的研究情况，他发现被抓起来的海星也在无时无刻的迅速繁殖。Det verkar vara en extremt aggressiv livsform. Och de har redan dubblats i antal här. Och vi börjar få ont om plats. Vi behöver ett beslut här, annars måste jag snart... 这完全是一种另类的入侵。莫亚闻言再也坐不住了，就要摩根处理掉他们。摩根收到命令，当即决定用火烧死海星。海星们瞬间发出了刺耳的惨叫。可也是这时，异变发生了，天上的庞然大物和金蛋竟同时亮了起来。庞然大物此举是报复还是示威？桑德拉和卡斯帕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人类和这群生物之间还有和平的可能吗？好了，我是妍妍，我们下期不见不散。